夜深了，你先把灯调暗一点儿，闭上眼，让时间往后退100多年，退到那座叫上海的城市还很年轻的时候，那是晚清的光景。租界里刚亮起煤气灯，黄包车的铜铃在街上响一阵又停一阵。从一条安静的巷子走进去，上几级台阶，推开一扇雕花木门，门里是另一种世界。门里的灯光比街面暖，也闷，有笑声，有琵琶声，有杯盏碰在一起的脆响。男人们穿着长衫，戴一顶缎子礼帽，慢吞吞上楼，仆役端茶、上菜、传话，步子轻，话头密，谁也不撞着谁。空气里有脂粉味，有酒气，也有隔房飘过来的鸦片烟味。这是一个处处有规矩的地方，连怎么笑，怎么说话，怎么递一杯茶，都像被称过斤两。这里叫长三书寓，不叫别的名字。这里面的女子不叫别的称呼，人称一声先生，这2个字听起来像教书先生，其实他们不教经史子集，他们陪客人喝茶、吃酒、听曲、聊天，也陪客人玩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。那不是普通概念里的风月场所，那更像是当年上海滩最高级、最精致的一间社交客厅。能进这扇门的男子，多少要有身家，有脸面，懂规矩。能在这里站住脚的女子，光靠一张脸不够，还要靠脑子，靠眼色，靠对人心那点极为精准的拿捏。今天要讲的这部书叫《海上花列传》，晚清文人韩邦庆写的，一共64回。他写的就是长三书寓里的那群人，那些事，那些日复一日的请客、打牌、闲谈、口角、算计。张爱玲晚年专门把它翻译成国语，说它好，好在哪里？好在平淡而近自然。侯孝贤也看懂了，把它拍成电影。一位作家，一位导演，都在这部小说里看见了一种极其难得的真实，也看见了一个成年人世界的生存游戏。这里没有海誓山盟，这里只有精打细算的温存。每一句动听的话背后都有一本账，每一场留宿都连着明天的开销。可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，把人最真实的样子照了出来。今天我们推开门，进去坐一坐，先交代这部小说的来历。作者韩邦庆，松江人，年轻时也想走科举的路，但没有走通。后来到了上海，做过报纸编辑，自己办过一份文学刊物，叫《海上奇书》。《海上花列传》最早就是在《海上奇书》上连载的，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做法。他用吴语来写人物对话，苏州话、上海话都是按照当年的口语来。张爱玲后来费了很大力气，把它译成国语，分作《海上花开》与《海上花落》2册。侯孝贤那部《海上花》取的是其中的部分线索，用极缓慢的镜头，把书寓里的长夜一盏一盏拍出来。海上花列传没有传奇，没有刺客，没有复仇，没有公子落难，也没有小姐还魂，64回。翻来覆去就是吃饭、喝酒、打牌、听曲、聊天、赌气、和好，再赌气。现代读者读它，也许会嫌慢，嫌絮叨。可是你往下读，会渐渐发现，这些无事之事才是人生最牢靠的底色。人的贪念，人的算计，人的软弱，人的深情，全都藏在一句闲话里，藏在一个眼神里，藏在一张记不清的账单里。故事从哪里开始？从一个乡下人的眼睛开始。苏州乡下有个青年叫赵普斋，他没见过世面，
听人说上海十里洋场热闹得像另一个世界，便兴冲冲辞了家里人，来投奔在上海混饭吃的舅舅洪善清。洪善清是做什么的？用现在的话说，算是个韩客，牵线搭桥，跑腿打点，在各色人等之间游走。他懂得上海租界的生存规则，也懂得欢场里的深浅。他一看外甥这副憨样子，心里先怕了3分。他把话挑明了说，那地方你去不得，老老实实找个营生，攒点钱，回苏州过日子要紧。赵普斋嘴上应着，眼睛却已经不够用了。上海遍地是灯火，满街是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。他一个乡下青年，头一回走在这样的街面上，像是跌进了一场彩色梦里。起初他还记得舅舅的嘱咐，不敢乱来，可身边有人引，有人拉，他半推半就地走进了那些灯影里去。一开始是低档一点的堂子，他心里还发慌，几回下来就放松了。再后来他学会叫局、摆谱，请人吃花酒，像一个真正的纨绔那样花钱，钱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里淌走，人却越来越浮，越来越空。洪善清气得骂他，劝他，甚至想把他送回苏州。没用，这个外甥像一脚踩进了沼泽，越挣陷得越深。洪善清管不了，只好自己摇头。他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，欢场里从来不缺他们。来的时候一腔热血，走的时候两手空空。洪善清因为生意往来，常常要陪客人出入书寓。就在这些应酬里，小说的第一批人物陆续登场了。公羊里、东河星里、西河星里、朱淑珍那里，这些名字现在念起来有些拗口，在当时却是整个上海滩最体面的温柔乡。这里头先要讲一对人，沈小红与王连生。沈小红是当红的先生，他模样生得好，性子烈，会唱曲，也懂得怎么让客人惦着他。王连生是个富商，年纪不轻了，性情温和，出手大方。他几乎天天来沈小红屋里坐一阵，有时候吃一餐饭，有时候听他唱2支曲，也不多留，起身便走。2个人处得像一对老夫老妻，可老夫老妻不用算今晚的局钱，也不用担心对方明天会不会去别人屋里过夜。沈小红心里清楚，王连生在外头也有别人，王连生也知道沈小红不是只他一个客人，但2个人都不捅破，都在等，等都憋不住了的那一天，不捅破的时候，日子是温的。王连生替沈小红还债，替他添置衣裳，替他撑场面。沈小红对他也有真心，只是这真心外边裹着一层很尖的壳，一碰就伤人。他太没有安全感了。风月场里的女人见惯了薄情郎，知道男人今日说爱你，明日就可能坐到别人房里去。所以沈小红盯得紧，管得严。2人吵架，往往为一点小事，谁多看了谁一眼，谁在谁面前说了什么话，再经过娘姨大姐的嘴一传，味道就全变了。没有大吵大闹，没有摔碗砸杯，有的只是沉默，是赌气，是一句轻飘飘的讽刺，然后是几天不来。另一边还有一对姐妹，周双珠、周双玉，同在一家书寓，由老鸨周氏管着。周双珠是看透了的人，她年长，沉稳，不争不抢。客人来了，他陪你说说话，客人要走，他也不挽留。他深知欢场里最不缺的就是场面话，所以从不当真。他待人宽厚，偶尔还替别人劝架，像是这间屋子里的旁观者。妹妹双玉就完全不同，
年纪小，性子怯，像一只还没学会飞就被关进笼子的鸟。老鸨一心要把它养成摇钱树，早早就让他学着接客，学着笑，学着低声下气。周双珠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可书狱里的规矩使然，他替不了妹妹。这部书的前10几回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人，一间一间的屋子，一场一场的应酬慢慢铺开。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可人物之间的关系正在这里悄悄生根。故事走到中段，所有的线索开始往回收紧。先是赵普斋，他的钱花完了，他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底，又没有安身立命的本事，如今连衣裳都当了。书狱里的人惯会看人下菜碟，见他潦倒，面上便不再客气，冷一句热一句，把他推得远远的。从前围着他转的朋友也都散了，他不敢回家乡，没脸见母亲和妹妹，只能混迹在上海不知名的角落里，帮人跑腿打杂，偶尔运气好混上一顿饭。那个对繁华满怀憧憬的乡下青年被繁华吐了出来，像一根嚼过头的甘蔗丢在路边，再没人看一眼。然后是沈小红，王连生身边出现了一个叫张慧珍的女子。张慧珍和沈小红恰好是两种人，她温柔顺从，事事以王连生为先。王连生在他那里不用哄，不用解释，不用提心吊胆。男人到了这个年纪，往往会往省力的地方靠。沈小红看得出差别，她慌了，她更加频繁地吵，更加用力地闹，想用这样的方式留住王连生。可她不知道，她越用力，王连生越疲惫。这段关系走到这里，已经不是在恋爱，而是在拔河。绳子的一端是他，另一端是另一个女人，而王连生早就悄悄松了手。作者写这一段，写得极细，也极冷。两个人不来往的那几天，沈小红屋里安静得吓人。她不再仔细打扮，客人来了也是懒懒的，话也少。从前的神采像被抽干了一样，而同在一个欢场里，有人往下沉，就有人奋力往上挣。最清醒的人是黄翠凤。黄翠凤是书狱里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她从小被老鸨黄二姐买下来，卖身契捏在别人手里。她这种身份叫做讨人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姓名权，连笑都要听别人的。黄翠凤跟别人不同的地方，在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局。她没有浪漫的幻想，她不指望遇到一个客人愿意替她赎身，也不把日子过成一场等待。她的目标非常简单，且非常明确，攒钱赎身，自己说了算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什么都肯学，什么都肯算。他会看人，哪些客人有钱，哪些客人有势，哪些客人可以为他说话，他都放在心上。他接待客人不卑不亢，你不来我不留，你来了我好好招待。他不轻易交心，但也不让人觉得自己无情。他跟黄二姐周旋，软的时候极软，硬的时候极硬。黄二姐想多扣他的钱，他拿出账目来，一项一项的算。黄二姐想逼他接待他不想见的人，他总能找到理由推掉，还不撕破脸。这一段是《海上花列传》里最精彩的部分，没有刀光剑影，是两个聪明人之间的角力，一个精，一个更精，一个狠，一个更韧。黄翠凤身上最动人的地方是她对命运的那种不认输。她没有在苦水里泡成一句抱怨，而是在苦水里一点点磨出了自己的刀。而这个时候，赵家另一个人的命运也悄悄走到了转折点上。
赵普斋的母亲在苏州听说了儿子的狼狈，心里放不下，便带着小女儿赵二宝一路寻到上海。母子重逢的时候，赵普斋已经落魄得不像样子，老人家眼泪都干了。可到了这一步，责备也晚了，先是活下去要紧。一个乡下妇人在租界里举目无亲，能做些什么？起先想卖点苏州带来的土产，又似乎不够本钱。眼看3口人要饿肚子，有人给赵二宝指了一条路。赵二宝起初是哭着不肯的，她是个本分的乡下姑娘，从没想过自己会走进那种地方。可人到了绝处，体面是留不住的。她看着母亲的脸，看着哥哥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子，一步一步走进了书寓的门。这一步踩下去，就再没有回头路。赵二宝跟沈小红不同，也跟黄翠凤不同，她太年轻，太干净，还不懂如何在这个地方保护自己。客人对她说了几句温柔话，她就以为那是真的。有个姓史的客人答应日后替她赎身，娶她回家，她就真的等。她等啊等，等到那个客人不再出现，等到旁人告诉她，那不过是欢场上随口的一句许诺。赵二宝的梦到这里碎了，她从天真到失望，从失望到麻木，脸上还是笑，底下已经冷了。到了小说的末尾，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各自的海。沈小红彻底失去了王连生。王连生与张慧珍总算在了一起，可日子并没有因此不同。他依旧天天到书寓来，赴宴、打牌、听曲，不过是换了一张桌子，换了一个房间，换了一个陪他说话的人，空虚这个窟窿，不是另一个人就能填满的。沈小红则一天一天地凉了下去。当红的时候，门前车马络绎不绝，如今年岁渐长，脾气又坏，肯来捧场的人越来越少。他一个人坐在屋里，有时发呆，有时唱一支旧曲，没有人听。他这一生争过、闹过、爱过，也恨过，到头来什么也没留下。风月场里最留不住的就是光阴，最不该当真的是真心。黄翠凤是少数的例外，她终于攒够了赎身的钱，与黄二姐摊牌，一笔一笔算清账目，立下字据。这个过程不浪漫，甚至有些难堪，但很真实。她赢了，她赎了身，后来自己开了书寓，自己做起老板来。她没有嫁给谁，也没有等着谁来救她。她选择继续活在这个世界里，但以她自己挑的方式，在那么多沉沦与破灭之间，她的清醒是一道很薄却很亮的光。周双珠还守在原来的地方，一年又一年，看人来人往，不悲不喜。妹妹周双玉熬到了能够自己做主的年纪，可人说熬出来的也不过是从一张床换到另一张床。他们没有大悲大喜，只是顺着一条早已定好的路，慢慢地走完。这大概是大多数人的命运，不是坠落，也不是飞升，而是被日子磨平，然后继续活着。至于赵普斋，他混在上海的底层，像一滴水落进黄浦江，再也寻不回原来的样子。洪善清呢，他还是那个精明的中间人，继续替人牵线搭桥，继续在酒桌上谈笑，继续用圆滑的方式保护自己海上花列传的结尾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告别。书寓还是那个书寓，门帘照样挑起，酒席照样摆开，琵琶声照样响起来，只是旧人退场，新人补上。老的先生老了，年轻的姑娘进来了，客人们还是那样
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，热闹没有停过，仿佛从来也不需要歇。可那些曾经在热闹里来来去去的人，一个一个都已经散场了。读这部书需要一点耐心，它不像《金瓶梅》有赤裸裸的欲望倾泻，也不像一般的言情小说有要死要活的痴缠。它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秤上称过，每一句好话都有一个价，每一寸温存都标着一行字。他甚至不替人物悲伤，作者韩邦庆的影子在书里几乎看不见。他像一个站在窗外的夜行者，看着屋里的灯亮着，听着屋里的笑声，然后慢慢地走过去，不回头。可正因为这份克制，书里的悲哀才格外长久。沈小红的悲哀是一个不肯低头的人，最终败在时间手里。赵二宝的悲哀是一个太相信承诺的人，被承诺断送了最后一点天真。王连生的悲哀是一个永远在找温柔的人，却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定所。黄翠凤的悲哀则深藏在她所有的精明里，她太早看透了事情，以至于一生都无法纵情地爱一场。如果一定要找一句概括，那就是色衰而爱弛。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，是这个行当共同的宿命，也是所有把青春当作本钱的营生共同的宿命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夜色再暖，天也总会亮。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，这部小说写的从来不只是风月，它写的是生存。一群被困在旧时代夹缝里的女子，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尽量体面地活下去。有的靠闹，有的靠忍，有的靠算，有的靠骗自己。每一个方法都是一条命在一口枯井底下奋力扑腾的声音。作者韩邦庆写这部书的时候，大约也没有想到100多年以后还会有读者在深夜翻开它。灯光下看那些无语对白，有些字甚至需要猜测是什么意思。可书中人物的心事却一点儿也不过时。想要被一个人认真对待，怕被遗忘，怕老，怕穷，怕所托非人。这些念头从晚清到今天一直藏在人的心里，没有变过。这就是《海上花列传》的厉害之处，他用一座书域装下了一个时代，用几十个男女的日常照出了人性里最持久的那部分。他不负责教你做对的人，他只是把人的处境摆在你面前，让你自己看，自己想。合上书页的时候，书域里的灯还亮着，耳边似乎还残留着杯盏声和笑声，但书里的人都已经走远了。有人沉到了底，有人守住了自己，有人用一生从噩梦中醒来，身边的人却已不是梦中人。门外是上海的长夜，灯火不减当年，里面是一段旧事。已经讲完，风从江边吹过来，带着凉意。我们站在那里，说什么好呢？好像什么都不必说。热闹是他们的，寂寞也是他们的，而我们只是恰好路过，在窗外停了几步，又走了。